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密。今天美伊战事是我们的大主题，要来特别看到的是美军狂炸7岛航空母舰。再来是伊朗的部分，它的纳斯尔2号第8波的全面反扑已经正式的展开了。这一次不只是伊朗在打，还包括了真主党胡塞组织也怒呛说他们要参战。再来就是双海峡是否会被锁核？现在油价有没有可能飙到$200大关？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先欢迎我们的在场来宾，国际情势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思密好，各位朋友好。好，还有陆军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思密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在关心美伊战事之前，请记得帮我们按赞，并且按下热推荐，也可以在留言区写下热推，或者是写下思密你在哪一个城市收看，我会特别做回复。提醒大家，在环球大战线主频，我们的会员频道已经成立了，按下加入键成为战友吧。好，今天的美伊主题，我们先看到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一样我们会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首先，我们看到第一点，美伊战火现在是全面的升级了，川普狂轰伊朗。这个叫做永不沉没的航母大通布岛，现在是它的最新布局，真的能够撕裂伊朗的核姆兹防线吗？那么这个岛它的重要性是伊朗的7岛防御网会不会引爆下一个中东的战火呢？另外一场新的引爆点呢？再来，我们看到第2点，美军连续炸伊朗，狂轰狂炸已经达到5天了。当然了，伊朗的报复的力道也是非常强烈的。发动了闪电行动，跟这一场叫做纳斯尔2号的飞弹无人机攻势。伊朗也最新扬言了，他会俘虏100名的美军。他是真的反击，要打痛美军，还是一场心理战？这个是第2个问题。最后，我们会来关心到的是伊朗打出的能源王牌，包括了胡塞组织也说要参战哦。那么接下来他的下一个动作就是封锁曼德海峡。如果荷姆兹、曼德都被封锁住的话，全球油价有没有可能很快的突破$200大关？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做一次比较深入的剖析。这一次在中东的战火部分已经全面的升级了。川普在下令要重启对于伊朗的这一波攻势之后，已经连续整整5天狂轰伊朗，而且呢，这一次是第一次24小时之内白天发动一场战争，接下来晚上又发布另外一场战争，等于是全天候不停的在对伊朗进行轰炸。15日早上，我们先来看到美军锁定的就是它的荷姆兹海峡的入口。今天特别要关心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对于伊朗来说是重要的战略节点，它的大通布岛。美军上午在这边轰炸了90分钟，紧接着同一天下午又展开第2波的攻击。同时，美军还说要恢复对于荷姆兹海峡的封锁行动哦。那么，我们也看到了，美军的部分还对无视警告的油轮发动了地狱火的飞弹攻击，要切断所有伊朗最重要的石油生命线。今天我们要来探讨的主题就是美军真的只是炸一座岛吗？因为大通布岛到底有多重要？帮观众朋友稍微科普一下，它是伊朗7岛防线的核心，所以顾名思义，其实就是由7岛所组成的。这当中包括了大通布、小通布，还有其他的岛，那么形成在伊朗的一个拱形的防线哦。这一波攻势造成了我们看到伊朗的7名军人丧生，还有13枚飞弹直接射向了伊朗的东南部，在这边的军事基地。伊朗形容这个大通布岛的7岛就像是永不沉没的航母。现在美军直接锁定这个地方，目的就是要打穿伊朗的海上堡垒，意思也就是要削弱伊朗对于荷姆兹海峡的一个控制权哦。那么接下来伊朗就放话了，他说会为烈士的鲜血复仇，并且迫在眉睫。等一下会立刻来看到伊朗的最新军事行动。川普最新接受了这个媒体的专访，他怎么形容伊朗？他说伊朗像伟大的拳击手，你以为你已经把他打败了，结果他立刻反手给你一记重拳。我们要赶快来看到伊朗的重拳有哪几招。第1拳跟第2拳包括了第一个闪电行动，伊朗透过自杀无人机发射来猛烈的攻击当地的这个约旦这边的基地。第2拳就是它的第8波攻势，飞弹加无人机攻击多地的美军基地。那第1拳当中还包括攻击的美军在当地的F-15、F-16、
F-35机库跟它的 MQ-9死神无人机的这个机库哦，同时瞄准了当地多个通讯系统、燃料库跟雷达站。第二拳我们刚刚提到的嘛，纳斯尔2号第8波攻势，则是瞄准当地的后勤，包括在科威特的后勤中心，还有阿里萨勒姆基地的防御雷达系统等等。最受关注的是，我们看到伊朗特别公布了一个卫星图像，说它炸毁了哪些地区呢？包括了在巴林的美军基地、第5舰队基地的无人机指挥中心，还有呢这边的这个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直升机维修中心跟 P8电战机机库等等。伊朗外长继续放话，接下来应该会来进行的这一场地面战，可能会俘虏100名的美军，把这些美军带回伊朗哦。这些攻势非常的强烈。我们先来关心美国轰炸伊朗的七岛，这个叫做永不沉没的航母，这个天然航线真的能靠空袭摧毁吗？现在真主党也说他要加入了，美军是否面临更大的压力？赖老师怎么看？要靠轰炸要把一个伊朗的防线要摧毁，恐怕不容易啊。因为我们先看一下过去的战争历史啊，在过去的战争历史，日本怎么炸重庆，并没有让中国大陆屈服。纳粹啊一直炸伦敦，也没有让伦敦啊英国屈服。同样的，美国的盟军一直炸柏林，也没有办法让柏林屈服。二次大战之后啊，就有一个案例啊，有一个国家，它因为被轰炸，没有出动地面部队，而最后屈服的。那个案例就是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就是过去的南斯拉夫，但是美国炸它炸了78天，投下2.2万吨的炸药，也就是23000多枚的炸弹，不断的投下去，然后炸了78天以后，它才屈服。如果我们要讲说二次大战期间里面有没有哪一个炸弹让日本马上屈服的，那就是2枚的核弹啊。过去炸了东京或者日本的一些地方也没有让日本屈服，但是2枚核弹让日本人吓破胆了，屈服了。二战以后我们强调的就是南斯拉夫也是炸了78天，2万多吨的炸弹才让它屈服。那你想，川普炸了5天啊，这个岛屿就要让伊朗屈服，恐怕也不容易。在2月28号开始，美国就已经一直在炸伊朗的所有的军事要塞、所有的军事设施，炸了1个多月，啊，也用掉了上千枚啊的一个高精度的导弹，也没有让伊朗屈服。所以这样的一波的炸弹啊，就是说啊，伊朗的这个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的岛屿就要屈服了。我想这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你最终还是要出动你的地面部队，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出动你的地面部队，你只专门靠这样的一个轰炸，那你不去占领它，你不把它当成你的要塞，当成你的一个前沿基地的话，那伊朗为什么会屈服？你炸了以后，我继续炸你，你炸我就炸你，你炸我就炸你，你只要没有控制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还在我手中。所以我个人认为，美国没有办法靠不断的轰炸中就屈服伊朗的抵抗意志。可是问题就在于美国敢不敢出动地面部队？我觉得这个是考验的川普的一个决心。川普讲说要出动地面部队已经讲得很久了，从把机将部队派过去，把这个特种伞兵部队派过去，再把这个远征军都派过去，就海军陆战队，也就是不管是从空中投下去的，从海上登陆的等等各种例行的这种2栖的部队作战都已经部署到这个地方来了。部署了多久了？快半年了，也没有办法投下去，就是因为风险太高，不可靠的因素太多。川普他自己也没有把握，说他的地面部队投下去以后没有伤亡，或是极低的伤亡，很少。连他去挽救他所谓的人质，后来认为说他可能是要去摧毁这个伊朗的这个被轰炸的核设施，然后要去确认以后把他的核原料拿走的那样的一个特种部队的，尤其是绿扁帽部队跟三角洲部队组合的这种特种部队投下去，最后的结果怎么样？最后的结果还是落荒而逃嘛。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美国要出动地面部队要占领这个地区，
我想这个风险太高了。我个人认为，川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敢下决心说我就做了。所以也不会因为这样子，伊朗就说那我屈服，我投降，那我们来好好谈判。可是川普已经露馅了，他炸了半天的目的还是为了要谈判嘛。说我们来谈嘛，我们来谈嘛。那这个怎么可能？我觉得川普已经把他底牌泄露出来了。也就是他做的目前的动作，最终就一个目的，就是我要谈判。好，那同样一个问题也特别请教厉将军怎么看？因为川普也说了，这个伊朗是伟大的拳击手。那我们看到伊朗是立刻发动了各种的攻势，不管是他的第8波攻势，或者是他的闪电行动，真的打痛美军了吗？那伊朗真的如他所言，他敢绑架100名的美军吗？那厉将军又怎么看？这7个岛就是在荷姆兹海峡北边最大一个岛哥斯姆岛，那旁边还有7个小岛，包括到我们知道拉拉克岛、大不通、小不通这些岛，这几个岛原来在这个3月份美伊战争的时候，美国地面作战就扬言要夺下这几个岛。那从美国当初地面作战要夺取这几个岛，你就知道这几个岛对控制荷姆兹海峡有多重要。但是为什么当时以美军强大的战力那他都没有办法夺取，也最后连动手都不敢动手。我跟你讲，这几个岛在军事上它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它这几个岛等于是伊朗南边这个大陆的一个前沿阵地。你要对伊朗的本土发动攻击的话，首先你要打这几个岛。如果说你没有拿下这几个岛，你贸然就进攻伊朗的本土，这几个岛就变成反射击阵地，它可以对你登陆的部队反过来打你屁股所以你就必须要先拿下这几个岛。可是你要先拿下这几个岛，你又会遭受到伊朗本土部队的这种掩护攻击所以你要拿这几个岛是非常难的。这种道理就像是我们台湾现在来讲的话，有一些这个外离岛，它的跟本土之间作战的地位是类似是像这个样子。但是关键是这7个岛又连在一起，你不能只拿一个岛，你必须要同时拿下7个岛。你光打一个岛没有用，你打一个岛，其他6个岛会同时对你发动反击，互相掩护。所以美军当时我觉得他就在军事上面、战术上面，他没有那能力同时对7个岛发动攻击。但是现在这7个岛又刚好是在荷姆兹海峡的北边所以伊朗现在规定，所有要通过荷姆兹海峡船，必须要从北边这个拉拉克岛从这边经过，要进入荷姆兹海峡，要从拉拉克岛的北边，要出荷姆兹海峡，要从拉拉克岛的南边，这几个岛刚好就是控制的荷姆兹海峡。但是美军光靠轰炸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到最后你还是要靠地面战来处理来解决。但是看得出来，美军现在对于这个发动地面战夺取这7个岛，目前看起来没有这个决心，也没有这个能力。因为我们看到他现在打到现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很多兵疲力尽了这个已经没有太大，我认为他没有太多余力可以去攻占这7个岛。之所以伊朗会不会去俘虏100名美军，我觉得这可能性极高的。因为我们不要讲别的，地面作战的话，一定会有俘虏。这个包括到我们现在俄乌战争，你看到双方动不动隔一段时间就互相谈交换俘虏，所以地面战争一定会有被俘虏的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高的。那如果说伊朗这个对美军主动发动地面的突袭来讲的话，它可以利用伊拉克的民兵组织这个利用或者是说美军敢这个贸然的发动地面作战来讲的话，我觉得美军被俘虏机会是很大，因为历来所有地面战争来讲的话，几乎是俘虏是被敌我双方互相俘虏，几乎是避免不了。但是问题是，美国以这个国家来讲的话，它是绝对经不起这个有美军被俘虏。如果有美军被俘虏，大概国内反战的声浪就会一波就非常的汹涌。对川普来讲的话，他应该是招架不住的。好，那我们看到，眼看这一场战事逐渐的扩大，甚至已经要到失控了。现在另外一个组织说要加入参战了，它就是也门的胡塞组织。我们要看到他最新放话，他说，如果呢接下来局势如现在所发展的继续再往上升高的话呢，他不排除接下来会来封锁的是曼德海峡了。那现在就会看到说，不只是荷姆兹海峡被封。
曼德海峡未来也可能陷入危机。那大家怎么看说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发生呢？这位是伦敦国王学院的专家，他叫做克里格，他特别警告说这件事情会是伊朗最后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革命卫队认为说全面战争已经不可避免的时候，他才会做出这样子的事情。如果两个能源命脉都被掐住，那全球油价恐怕升高到1桶$200大关，有没有这可能？这个经济核弹，杨老师又怎么看？我觉得稍微有一点危言耸听了哈。因为历史上油价最高的时候是2008年7月，多少钱呢？布兰特原油147块，这历史上最高的。而且那个时候很大的原因，当然就是因为美国的金融危机，那再加上国际整个能源的需求，那美国的金融危机导致美元的贬值，因为美元的贬值这个货币贬值，才使得这些价格攀高，所以是这个因素。那会不会因为这一次，你说赫姆兹加上曼德海峡，你必须要了解，胡塞组织对于曼德海峡的封锁，如果他真的这么做的话，和伊朗对于赫姆兹海峡的封锁是不可以划等号的，因为它在整个地缘、地理，然后呢，整个飞弹以及无人机，还有就是海岸的控制，跟在曼德海峡是不一样的。曼德海峡之前曾经发生过类似这样子的红海的攻击，所以各国其实都有去做一些排除，因此它会让油价攀高。我们先来看一下哈，油价在2月27号的时候是72块美元，我们讲的都是布兰特原油。发生战争之后呢，在4月中到6月中2次最高到120块，这已经是非常高了。然后呢，大概在这段期间到6月中以前呢，大概都是在90块到95块之间，其实已经是相对高的。你看72块到90块，可是当6月17号他们说要进行和谈的时候呢，就一下掉，在这3个礼拜掉到了71块，那就回到了战前一样。战前一样。当然这有点预期心理。那现在是多少呢？现在从7月10号到目前为止呢，大概是维持在84块、85块。昨天是84.95。今天到目前为止收盘是84.88，所以维持平的。可是还是继续的轰炸啊。对，某种程度哈，因为大家刚才赖老师讲了，知道川普根本撑不了多久嘛。你就是说7天我要炸你桥梁，然后我就希望你回到谈判，所以战争不会扩大。然后他给国会的信函里面说啊，我不会打地面战，我会是有限度的，我会是一个合适的、适度的攻击。所以换言之，其实这个油价跟这个股价慢慢的跟川普在那边一天到晚叫嚣真打，但是呢，已经有一点脱钩了。但当然还是这个价高了哈，被叠高了。可是呢，并没有说往上攀。如果说2个海峡都被封锁哈，它立即会往上走，120都有可能。那曾经来过，但是再往这个上走的时候，我觉得需求会降低，因为这会造成整个需求这个无法负担，然后呢，战备储油会出来。那最重要的是，这个时候别的国家不会在旁边袖手旁观了，欧盟、俄罗斯甚至中国都会出来说，这个事情不能再这样恶化下去。你美国要有所节制，你伊朗要有所这个就是回应。对，不能再这样下去，他们2个国家自己也受不了。所以我觉得现在不过这里最后一点就是说，打消耗战，美国以为在跟伊朗打消耗战，但这个消耗战不要认为只是打弹药库存消耗战，光是这一点，其实美国已经输了。现在你再输有什么意义？对。但是消耗战另外一个意义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讲的，油、通膨、经济，还有你的选举会消耗你的，所以那伊朗都没有这些问题啊。那当然伊朗的经济会更加的受创，所以我是觉得，为什么川普自己设定了7天、14天，那他就知道这个消耗战其实它有它的天花板存在的。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
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